转眼间，俄乌全面战争已经进行了2年。这2年中，双方之间的攻势基本没有停下来过。从索莱达尔到巴赫穆特，从赫尔松到黑海，大大小小的战斗在俄乌边界爆发。但大兵也注意到一个情况，那就是虽然战况激烈，但俄乌两国却都没有组织起大规模的攻势，像苏联时期那样的钢铁洪流更是无处寻觅。双方更多的还是进行一些小规模作战，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中，它毫无疑问是处于优势的一方。相较于苏联解体后军事力量一直被削弱的乌克兰，作为进攻方的俄罗斯更有实力组织起大规模的攻势。可到目前为止，俄军并没有展现这方面的态势，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但大兵认为有几项原因是俄罗斯无法回避的。首先是人员问题。组织大规模攻势的前提是俄军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足够多的士兵参加作战，但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作为一个传统军事强国，它在此次战争中能够调动的兵力并不多。俄罗斯实施的是合同兵和义务兵并存的兵役制度，现役士兵的数量多达100万。不过俄罗斯宪法规定，当国土没有遭受威胁时，义务兵不得出国作战。因此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更多的是依赖合同兵进行作战，这使得俄军100万现役军人中只有40万能够投入到俄乌战场上，并且俄乌边境跨度非常长，在组织进攻的同时，俄罗斯还需要派遣相当一部分兵力用于防御。再加上开战以后，俄罗斯并没有达到既定的军事目标，战局开始转入僵持阶段，从而出现了大量无法避免的人员损失。在兵力短缺的情况下，普京只能寄希望于不受兵役制度制约的瓦格纳雇佣军能够弥补这一问题。起初，瓦格纳确实在作战中表现勇猛，为了俄罗斯承担了不少作战压力。但2023年6月，随着瓦格纳集团兵变事件的发生，普京的这一希望也破灭了。这也是俄罗斯现如今依旧无法组织大规模攻势的重要原因之一。谈完了人员问题，我们接着谈装备问题。二战以来，陆军想要发动大规模的有效攻势，势必需要投入大量的机械化装备。从苏联时期开始，坦克就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优势装备之一。当年苏联的钢铁洪流绝对称得上是苏军的招牌技能。在最巅峰时期，苏联陆军拥有的坦克数量达到5万辆，而当时整个北约的坦克数量也只有3万。那时候所有人都相信，一旦苏联和北约开战，双方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苏军只依靠坦克便能轻松推到西欧。这也使得冷战时期北约非常忌惮苏联。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军事遗产的俄罗斯也拥有数量众多的装甲部队，而乌克兰位于东欧平原上，非常适合装甲部队发挥优势。因此在2022年年初俄乌战争全面爆发时，外界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势必会成为坦克大战，俄罗斯会重点出动装甲部队实施大规模的攻势，重现当年钢铁洪流的壮观景象，南北夹击乌克兰军队，力图在短时间内征服乌克兰。但这一预测最终落空，2年下来，俄罗斯的钢铁洪流并未露面，反而是各种火炮、导弹、无人机，你方唱罢我登场。双方在作战时甚至大范围出现一战时盛行的堑壕战，这也引起外界对俄罗斯越来越多的质疑。那么俄罗斯是不想组织大规模的攻势吗？大兵可以给出明确答案，俄罗斯比谁都想这么做。只是现如今的普京从装备层面来看，早就没有这么做的能力了。首先，现如今的俄罗斯在装甲部队方面的压制力已经和曾经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一直在恶化，俄军根本无法承担数量如此庞大装甲部队的日常开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便开始大规模淘汰和封存坦克。目前俄罗斯能够用于实战的坦克究竟有多少，官方一直没有透露。但外界分析，数量应该不会超过5000辆。
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老旧的 T72 系列坦克，年久失修下战斗力不敢保障。之前有过亮相的 T14型主战坦克本来被俄军寄予厚望，可直到现在都没有进行大量生产，归根结底就是2个字：没钱。2018年7月30日，俄罗斯副总理就向媒体表达过这一点。经济窘迫下，俄军对待坦克的使用势必无法做到和苏联时期那样大手大脚，在数量和质量双双缩水的情况下，俄军也就无法指望这些装备短时间内扭转局势。而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便是俄罗斯拉胯的后勤实在不足以让俄军发起对于乌克兰的大规模进攻。现代战争除了装备、武器、人员素质外，最影响胜负的一定是后勤保障。但是俄军在后勤保障方面一直存在巨大的问题，这其中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对于战争走势的预判失误也不容忽视。虽然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前，俄罗斯以军事演习为名，在俄乌边境迅速将部队进行了集结，显示了一定的效率，但在一开始，俄罗斯军方高层就存在着莫名的优越感，乐观地认为乌克兰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对于乌克兰的作战会在短时间结束，因此在后勤方面，俄罗斯并没有进行足够的投入。这种轻敌的态度给俄罗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正式开战后，乌克兰军队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让俄军的军事行动严重受挫。而这时，后勤补给跟不上的负面作用便被无限放大。比如交战初期，俄军装甲部队向基辅进军时，竟然因为缺乏油料、食品等给养，在距离基辅只有40公里处被迫停了下来，最终只能无功而返，错过了快速结束战争的最佳时机。在后来的作战行动中，俄军损失了大批的坦克，这些坦克很多不是乌军击毁的，往往是由于太过于老旧，导致实战时经常出现机械故障。但拉胯的后勤让俄军无法及时修理，最终只能被抛弃。还有一部分坦克损失更加离谱，在本身没有任何战损的情况下，只因为燃油等物资短缺，坦克得不到及时加油，在遭到乌军攻击时就成为了活靶子，要么被击毁，要么变成了乌军的战利品。这种情况的大规模出现，促使俄罗斯放弃了大批量投入装甲部队作战的想法。俄军高层心里非常清楚，一味投入装甲部队作战，只会让拉垮的后勤保障再度遭到重创。而俄罗斯后勤暴露出来的问题，2年来也没有得到很妥善的解决，越来越成为一种恶性循环。除了人员、装备和后勤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也导致俄乌双方很难开展大规模作战，那就是乌克兰地下数量众多的地雷。地雷一直是一种比较有争议的作战武器，一方面来说，它造价便宜，携带方便，在作战时可以以最小的风险为乙方提供巨大的火力。可一旦战争结束，深埋地下的地雷便会成为一个个安全隐患。起初，乌克兰并不愿意在本土埋设大量的地雷，而且在俄乌战争初期，由于战线推进很快，交战双方也没有埋设地雷的机会。可随着俄乌战争演变为拉锯战，双方的战线开始趋于稳定，这时候地雷的作用就被俄罗斯想起来了。看着俄罗斯开始使用地雷，乌克兰也不甘落后。2022年年底，俄乌军队开始在交战区埋设大量的地雷。经过1年多的作业，目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雷区之一。有数据统计，大约30%的乌克兰领土都有地雷的身影，而且雷场纵深动不动就是10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除了地雷数量众多外，乌克兰地区的排雷难度也较高。由于这一地区气候寒冷，在冬季时地雷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不易被发现，这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在这一地区想要实施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非常困难，哪怕是投入大量的扫雷车，面对这样密集的地雷群，往往也束手无策。就算开辟出一条狭窄通道，也不能保障装甲部队快速通过，更别说大规模集结了。可以说，地雷这种古老武器的存在，深深影响了俄乌战场上的作战方式。相对于俄罗斯想要组织大规模攻势而不能，大兵认为乌克兰一方从战争一开始应该就没有组织大规模攻势的想法。诚然，乌克兰也有很多自身的问题，导致无法组织大规模攻势。
比如人口只有4000万人，从战争爆发后兵源紧缺的情况就困扰着乌克兰。还有就是军工产业在冷战结束后，因为一系列原因迅速萎靡，致使和俄军作战需要大量依赖国外援助。但从战略角度上来看，假设乌克兰有组织起大规模作战的能力，他们应该也不会选择这么做。首先，乌克兰作为俄乌战争的防守方和弱势方，并不希望双方大规模攻势的发生。大规模攻势往往预示着战略决战，只会加快战争的节奏。对于人员和装备都较俄罗斯有很大差距的乌克兰来说，当陷入到快节奏中时，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如果局势占优还好，可一旦陷入劣势，势必无法承担接下来带来的损耗，到时可能会万劫不复。因此，乌克兰要做的便是拖。俄乌战争的主要作战地点都处在乌克兰境内，在后勤保障方面，乌克兰一定比俄罗斯更有优势。主场作战下，乌克兰只需安心做好防御，等待俄罗斯在持久战中后勤出现问题，甚至后院起火，到时候再实施大规模的反击也不迟。并且客观来说，乌克兰有很多先进装备寄希望于欧美国家提供，但这些援助并不是一蹴而就，援助方国内也需要走相应的流程，才能将武器交到乌克兰的手上。因此，乌克兰没必要急于求成。泽连斯基也懂得细水长流的道理。当去年乌克兰扎波罗热大反攻结束后，双方再次进入战略僵持的态势，而大兵也认为这种僵局在短时间内不会被打破。不过，虽然俄乌双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攻势的打算，但从其他方面来看，这场战争也有不少亮点。除了各种援助的网红武器在实战中大展身手外，双方疯狂投入研发的无人机也势必会对未来战争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激战2年后，俄乌战争究竟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还需要拭目以待。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见。